王者荣耀已经陪伴了我们走过7个年头，曾经的队友雷好冰斗啊，很想跟你们再开黑一场。嗨，我是长桥海豚君。股玩腾讯公布业绩喽。北京时间5月17日，港股盘后，腾讯控股发布了2023年第一季度财报。乍一看，好像这次额产利润不及预期，但海豚君细扒下来，股玩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健。提效后带来的利润释放，实际上是超出预期的可观。一季度 Non-IFRS 归母净利325亿，同比高增28%，明显高于收入上的11%的同比增速。虽然最终的调整后，净利润比预期少了7亿，但预期差主要出自税费的突增。如果按照往常的有效税率水平计算，税费可以少缴近50亿。如果剔除税费的影响，单独看税前利润以及核心主业的经营利润情况，则是妥妥超预期。实际上，海豚君也一贯比较关注更能反映经营面情况的核心主业经营利润这个指标。一季度同比增长63%，这个经营杠杆撬动的利润释放效果惊人。当然，这里的提效不仅仅在于裁员，业务的整合减少低效项目也是减少开支的主要原因，但最关键的还是业务的重新回归增长。2. 收入1500亿高于预期，游戏立头功。引用管理层对一季度收入的总结，恢复了2位数的收入增长率，支付业务助力国内消费复苏，支付金额亦从中受益，游戏业务收入改善，广告业务收入保持迅猛增长。腾讯游戏王者回归，扛起集团增长大旗。虽然市场已经对王者荣耀、金铲铲之战等游戏流水创新高有一定预期，但实际吸金力度能亮瞎眼。一季度本土游戏市场收入同比增长6%，创下历史新高。海外游戏市场环比虽然略有下滑，但同比仍有25%的高增长哦。此外，一季度的递延收入环比也有18%的增长，如此计算得的单季流水同比增长15%，也是创下单季新高。3. 广告修复扩张趋势不改，短期要求别太高。一季度广告同比增长16.5%，拿到210亿。虽然市场原本有更高的期待，毕竟去年4季度就有15%的增长了，并且年初以来，广告主对视频号的高认可度也一直频频传出。因此，尽管上季财报电话会上公司给出的指引也就是15%，但市场仍然在近1个月不断上调预期，使得最终实际收入出来有2个百分点的差距。但海豚君认为，单看腾讯自身，一季度增速并不差。一方面，上季度的超高增速由小程序游戏广告的短期爆量拉动，不能代表真实的修复节奏。另一方面，视频号虽然能够增加广告库存，但视频号的 ECPM 比同行业短视频明显要高，而一季度还处于经济恢复初期和春节淡季，因此占比大部分的中小商家中，还是会偏向于性价比更高的平台，或者是离交易环节更近的直播电商。但中长期来看，长在微信里的视频号流量肉眼可见的优势，后续随着经济恢复，视频号本身电商环节逐步完善，进一步侵蚀现有的一些市场份额，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金科业务预期内走修复，云业务还在调整，但影响加速缩小。一季度同比增长14%，超市场预期。疫情开放，线下活动恢复，自然会使得微信支付的交易场景回流。云业务虽然还未完全调整结束，但海豚君估算下来，已经加速接近尾声，很可能不需要等到明年，而在今年下半年就能看到恢复正增长。一季度集体降本增效，腾讯投资的兄弟公司终于不拖后腿了。一季度没有大额度的投资性资产处置情况，因此其他收益明显回落。但一个亮点是，分账联营合营公司收益时隔2年后正式扭亏。这个变化背后体现的是腾讯系投资公司甚至可以扩大到整个互联网行列，
都已走在降本增效的道路上。海豚君整体观点：市场对腾讯基本面修复趋势的预期在不断加深，并开始探望能够有更多的惊喜。海豚君认为，姑且不讨论收入扩张的速度和幅度是否能够持续击败市场的预期，但就利润释放来看，参照往年正常水平，鹅厂的提效功力还有进一步发挥的空间。更何况自身的业务顺周期下，能够撬动的利润就更高了。对于今年的鹅厂，海豚君认为不必过多的纠结于短期业绩的波动，尤其是调整后的盈利是否超预期。毕竟大厂对于利润季节性的调整是很常见的，腾讯这样多业务挣钱的集团性公司更易操作，因此我们建议可以将更多的关注放在收入端，尤其是中长期下腾讯增长飞轮的持续性。站在海豚君的角度，至少从自身的经营面来看，腾讯增长飞轮清晰，护城河够宽。作为股东，只要安心等待逻辑不断兑现后的价值回归。